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让我哭笑不得的相亲故事。前几天来了一位自称在广州某高端写字楼上班的苏小姐，一进门就是一身名牌，手上拎着限量款包包，妥妥的都市丽人范。可是她这态度，真的让我很无语。刚坐下就开始数落，丽姐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这个人眼光比较高的，对方必须要有房有车，年收入至少要50万以上，最好是在金融圈工作的，其他行业我都不太考虑的。我心想，妹子，你这要求也太硬核了吧。但是作为红娘，我还是很有耐心的问她，那你自己的条件呢？我啊，今年28岁，毕业于广州某大学，在外企做市场运营，月薪2万出头。虽然现在还租房住，但我有自己的事业规划啊。而且我长得也不差，身材也好，找个条件好的男生不过分吧？苏小姐理直气壮地说。当时我就在心里叹了口气，这种情况我见得太多了，总觉得自己值得更好的，却不愿意正视现实。不过本着职业操守，我还是给他安排了相亲。第一位是做进出口贸易的李先生，人品不错，有自己的小公司。谁知道苏小姐一看对方开的是普通日系车，当场就摆起了臭脸，全程就在玩手机。李先生问他话，他爱答不理的。这场相亲简直是灾难性的。李先生后来跟我说，丽姐，这种势利眼的女生我真的接受不了，我宁愿找个普通点的，至少人品要端正啊。第二位是某银行的经理，符合他金融圈的要求，但他嫌人家35岁，说太老了。第三位是律师，他又嫌人家不够潮，每次相亲回来，他都要跟我抱怨半天，搞得我这个红娘都快累趴下了。转机出现在第4次相亲，那天来了一位在深圳开工厂的王总，开着一辆100万级豪车来赴约。苏小姐一看到这场面，整个人都不一样了，那叫一个热情啊，说话都带着甜腻腻的语气。王总好年轻哦，一看就是很有品位的人。她马上变成了一个温柔可人的淑女，完全看不出之前那副趾高气扬的样子。看到这一幕，我心里五味杂陈。现在的年轻人啊，有时候真的太过注重外在的东西了。不过故事还没完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我这个老红娘都大开眼界。你们猜怎么着？这个苏小姐在车上的表现简直让我大跌眼镜。王总说要带她去附近一家高档餐厅吃饭，她二话不说就坐进了人家的豪车。这哪像之前相亲时别人开普通车来接她，她都说不好意思，我自己打车去。一上车，苏小姐就开始各种示好。王总平时工作一定很辛苦吧？人家看你气质就不一般，一看就是很成功的企业家。王总倒是很谦虚，说还好啦，都是靠父母的一点积累，加上自己努力打拼，现在工厂规模还可以，一年营收大概几千万吧。这话一出，苏小姐的眼睛都在发光。哇，王总好厉害，我就喜欢这种有事业心的男生。说着还故意往王总那边靠了靠，香水味直往人家鼻子底下钻。到了餐厅，这位苏小姐更是表现出一副极其懂事的样子，点菜的时候说，都听王总的，人家第一次跟您吃饭，您安排就好。跟之前相亲时动不动就说这家餐厅太 low 了，完全判若两人。吃饭期间，她一直在讨好王总，王总，我帮你夹菜吧，王总，我敬您一杯。王总平时喜欢吃什么呀？下次我可以学着给您做，那叫一个殷勤啊。听到下次这个词，王总意味深长地笑了笑。饭后，王总说要送她回家。在车上，苏小姐突然说，王总，其实人家觉得你特别有魅力。说着还主动往王总身上靠。王总不动声色地问，是吗？那你觉得我哪里有魅力？就是感觉你特别成熟稳重，给人安全感。而且你这么年轻就这么有成就，简直是完美男人的标准吗？苏小姐说着，手还不安分地放在王总的手臂上，然后她竟然暗示说，王总，要不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坐坐，说说心里话。说这话时那个眼神，我的天啊！作为一个过来人，我太懂他什么意思了。可就在这时，王总的态度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，他把车停在路边，面无表情地说，苏小姐，我今天约你出来，其实是想试探一下你。
苏小姐一脸懵啊，什么意思？王总看着苏小姐说，其实我认识李总，就是第一次跟你相亲的那位，他是我的好朋友。那天相亲后，他把你的事情都告诉我了。苏小姐的脸瞬间就白了。啊，这个你知道吗？李总虽然开的是普通轿车，但他的公司年营收比我还高。他为人低调，不喜欢炫富，但你呢？就因为看到他开普通车，连基本的礼貌都不愿意给。王总的语气开始变得严厉，苏小姐急忙解释，不是的，那天我只是心情不好，不用解释了。王总直接打断他，你跟银行经理相亲时嫌人家年纪大，你知道那位王经理今年刚被提拔为分行副行长吗？至于那位律师，你嫌他不够时尚，他可是圈内有名的金牌律师，年收入至少7位数。这下苏小姐彻底傻眼了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王总继续说，你看到我开豪车就各种献殷勤，动不动就往我身上靠，我要是真跟你发展，将来你会不会看到更有钱的就把我也甩了？不会的，王总，我是真的欣赏你。苏小姐都快急哭了。王总冷笑，欣赏我什么？欣赏我的车，我的工厂，还是我的银行账户？苏小姐，你这样的女生注定找不到真爱，因为你心里装的全是物质，根本就不懂得真诚2字怎么写。这番话可把苏小姐说得无地自容，她支支吾吾地说，我也不是那个意思，好了，我送你回去吧。王总不想再多说什么，希望这次经历能让你明白，找对象不是找金主，而是找人生伴侣。一路上，苏小姐再也不敢说话了。等到了她住的地方，王总最后说了一句，祝你早日找到真爱，不过得先学会爱自己。苏小姐落荒而逃，连句再见都不敢说。第二天一早，苏小姐就哭哭啼啼地跑来找我，丽姐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以前太势利了，现在想想真是太丢人了。我看她是真的受到打击，心里也有些不忍，但还是语重心长地说，傻姑娘，现在知道错了总比不知道好，来，坐下，丽姐给你分析分析。你说你要求对方年收入50万，可你自己呢？月薪2万出头，一年到手也就30万不到，租房住就算了，连个存款计划都没有，你凭什么要求别人比你强那么多？苏小姐低着头说，我觉得自己长得漂亮，又是名校毕业，得了吧。我直接打断她，现在这年头，漂亮的女孩多了去了，你以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？再说了，那些优秀的男生就真的眼瞎，只看长相不看人品。再说你那个名校，在广深这种地方，985、211的毕业生满大街都是，你这也不能当成筹码啊。最重要的是，你看看你相亲时的态度，但凡对方条件不够好，连最基本的尊重都给不了，这样的性格谁敢要啊？听我这么说，苏小姐哭得更厉害了。丽姐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就是被闺蜜们带偏了，整天在朋友圈看她们炫富，就觉得自己也该找个有钱人，这就是你的问题所在。我叹了口气，你总是活在别人的生活里，你那些闺蜜们过得好不好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婚姻是2个人的事，不是用来在朋友圈炫耀的。况且啊，你知道现在找对象最重要的是什么吗？是3观要正，性格要合，2个人要能互相理解，互相包容。丽姐，您说的对，我都明白了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一定改。苏小姐真诚地说。我看她是真心悔改，就说，那行，我给你讲个案例。去年有个女孩跟你情况差不多，她一开始也是各种挑剔，要求特别高，后来经过我的开导，她改变了很多，现在跟一个普通创业者在一起，把日子过得特别甜蜜。真的吗？那个创业者条件怎么样啊？苏小姐好奇地问。我笑了，看吧，你还是忍不住先问条件。那个创业者刚起步，公司规模不大，但特别踏实肯干，最重要的是2个人3观很合，而且特别信任对方。他们都说，与其找个条件好但不了解的人，不如找个能一起奋斗的伴侣。现在他们小2口都在努力打拼，虽然生活不算特别富裕，但每天都过得很开心。女孩常跟我说，这样的生活才真实，才有奔头。听我说完，苏小姐若有所思，丽姐，我现在终于懂了。以前总觉得找对象就是找个能给自己花不完的钱的人，现在想想，那样的生活一点意思都没有，对吗？我欣慰地说，婚姻是一辈子的事，不是为了满足虚荣心。
找个真心对你好，能互相扶持的人才最重要。后来啊，苏小姐真的改变了很多，她开始认真对待每一次相亲，不再以貌取人，也不再用物质条件来衡量对方。改变的人最美，她现在笑容比以前真诚多了。各位听众朋友们，这个故事就讲到这里。丽姐想说的是，在感情面前，真诚最重要，不要被物质蒙蔽了双眼，也不要被虚荣心支配了人生。好的姻缘都需要用心经营，互相包容。最后送大家一句话，与其花时间计较对方的条件，不如花时间提升自己的内涵。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。